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谢寒冰。那为您介绍这一节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第二位是政大国安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是前张骞舰长退役上校黄增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让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国际话题哦。那现在川普的关税越权呢，对中还再继禁令。那这个联邦法院禁止川普解放日措施生效，认为他已经超越了总统权限了。裁决指出，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独有权利，包括规定和征收税款、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的权利。总统为保护美国经济而行使的紧急权利，并不能凌驾于这样的国会的权利啊。那这个现在法院就是认为总统无权，所以对中国大陆啊、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关税就暂停征收了。那该命令暂停川普对中国征收30%的关税，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的25%关税，还有对大多数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现在通通取消。但是呢，汽车零件、钢铁跟铝征收的25%关税不受到影响，还会继续征收哦。那纽时报道，美国法院给川普政府最多10天的时间来执行撤销相关关税措施的命令。但是呢，川普会这么乖乖听话吗？因为他已经马上提出抗告了。那外媒说呢，美对中继关键技术禁令啊，喷射引擎、晶片、软体都在列啊。美国暂停部分美国关键技术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包括与喷射引擎、半导体和特定化学材料相关的技术。那知情人士透露，此举是对北京近期限制向美国出口关键矿物的回应，也就是一个报复措施。那《金融时报》披露，那易华电脑呢、新思科技、西门子 EDA 在内的晶片设计软体制造商，都收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来函，要求停止向中国企业提供相关的技术哦。那辉达的黄仁勋呢，他说，华为等中国 AI 对手现在变得非常的强大。他接受彭博电视专访的时候说，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 AI 研究人员聚集地啊。那华为目前5奈米晶片的突破，已经带动大陆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发展。根据华为内部的消息显示，华为已经启动了3奈米晶片的研发，赶得非常快。那采用 GAA 环绕炸极技术和2维材料，预计2026年就会流片了。那中国半导体龙头现在也开始并购了。那大陆的这些媒体就说啊，晶片的航母是不是要来了？那大陆的国产晶片巨头海光跟曙光合并，那被形容成是中国的晶片航母来了。那合并总市值将突破人民币4000亿元，标志中国算力产业迈向全产业链的整合哦。那目标现在是要针对哈佛跟中国大陆的学生了吗？美国国务院呢，现在将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学生签证了。这个美国国务院表示，签证政策应以美国为优先，而非中国，积极撤销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及就读关键领域的中国学生，也就是全面性的围堵了。那针对被川普针对这样的状况呢，那大陆方面也讲话了。这个毛宁就说啊，中方一贯认为正常的教育合作和学术交流不应当受到干扰。那川普要求哈佛提供学生名单，放话外籍生上限就要定在15%。那川普说呢，这个哈佛从世界上的一些高度激进化地区招收学生啊，我们不希望这些人在这里制造麻烦了，认为这些人都会来给美国带来困扰。那川普就一直出招逼迫，那哈佛的学生也开始示威了，痛骂川普是叛徒啊。那有学生就拿着标语写了"川普是叛徒"，还有群众高喊口号支持哈佛的外籍生啊。那看起来这个校园之间的这个状况也越演越烈了。那川普政府目前被16州提起了诉讼。那为了阻止川普政府大幅削减用于增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科学资金研究跟相关项目的联邦科学啊，那这些州的提起诉讼了。那可是川普打压哈佛、拦阻外籍生，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克鲁曼就说啊，可能会重创美国的经济跟软实力。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就说，这些外籍研究生不只是读书而已，很可能参与各项研究计划，包括政府基金会或企业赞助的研究计划，这可能会重创美国的实力啊。那亮哥，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美国这个技术禁令啊，比如说喷射引擎，那 C919那个引擎是法国跟美国联合制造，那你美国就退出啊？是啊，你以为别人不能做吗？我认为会有英国或者是加拿大相关的空军这个空中引擎的公司会来加入了啊，
因为飞机引擎并不是什么敏感科技啦，这又不是战斗机，这是民营航空啊。那至于这个 EDA 相关的都禁售，那你等于是逼他们去用华为开发出来的 EDA 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黄仁勋讲的很对啊，你就逼着人家自力更生。那华为这次5奈米的晶片 EDA 就是用自己的 EDA 做的，是啊。那当然华为要做3奈米啊，用那个 DUV 做得出来嘛，这个是一个问题。是啊，我认为华为晶片设计3奈米是没问题，可是制造真的不知道。对啊，因为坦白说，小米那个3奈米是希望交给台积电嘛。是啊，这个3奈米的晶片要制造没有那么容易，可能用 DUV 不一定做得出来，这个还要再看啊。如果中国真的做得出制造啊，做得出3奈米哦，那大概是这个半导体圈大概是最大的新闻啊。那至于这个哈佛，坦白讲，川普这个人真的很不进入状况。哈佛的国际生6800人啊，来自回教国家，非常的少啊。是，中国大陆第一啦，1800、1300，印度第2，788，它第3是加拿大，也是700多，韩国400，日本也差不多400。你看这样加一加多少了？超过一半了。是，那这些都是激进地区哦，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啦，他就是好面子啦，跟哈佛杠上了啦。是，不过我听说啦，这个卢比欧下了一道命令，说对外的这个国际生的面谈暂停。这个影响很大，是，这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是国务院的权利啊。那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张照片，看到美国大使馆，那么中国生都在排队，是，就是他说事先约的不算，以后约的都不行，所以就是有事先约的嘛，是，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困扰啦。坦白讲，我觉得这一届的那个美国的国际生真的倒大霉，而且可能不止哈佛，是，还会再扩大啊。据我了解，下一波哥伦比亚跟宾州大学恐怕要小心一点是，啊。所以我这个如果是用国务院用国土安全部来不让你申请 I-20啊，这个坦白说，这个被搞上的学校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是。那严教授，美国1年有上百万的外籍生哎，那现在全面的暂停面试，那美国就是要把这些上百万的外籍生全部赶出去吗？我觉得美国啊，川普也没有搞清楚，其实现在大陆学生是越来越少啊，就是比起他大概7、8年前啊，真的少很多。那特别是川普上来的时候就开始少了，然后再加上 COVID。那大陆也有一些限制，所以其实没有这么冲击到那么大。但是他认为，如果今天你认为大陆学生是一个威胁，穆斯林学生是一个威胁，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也遭到池鱼之殃为什么比利时、加拿大什么都是？所以川普这个人常常就是你看。就像他关税一样，你是他的朋友，加拿大对不起更严啊，那反而是那些没有邦交的国家没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哈佛这个事情跟关税事情，我们还是要给美国这个3权分立。虽然说不一定是最终了，但至少现在的联邦法院都宣布说，你这个行政命令无效。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3权分立就是说相互制衡。譬如说，我们讲最高法院跟总统好了，我总统我可以提名法院的人选，我当然会挑我喜欢的人选，对不对？可是呢，这些人选无论是最高法院或是联邦法院，还是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啊，所以参议院有加进来制衡。那可是你选出来的这个，他可以宣布你的参议院、众议院、国会通过的法律与宪法抵触。也可以同时宣布总统的行政命令与宪法抵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们相互制衡。那为什么最高法院有这么大的底气？跟我们的大法官比起来，真的是底气很高啊。他们的联邦法官或者是最高法院法官，就是因为他们是终身制，终身制，他们根本有底气、有保障，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那如果我们今天看他们用的理由，譬如说这个关税的议题，
就是说你根本基本上总统没有这样的权利来做。是，哈佛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你是违反了别人的这个宪法第1条修正案里头的言论自由啊，或者说集会自由，就很多这种美国，对不起，美国对宪法的尊重很容易可以拿出来。我自己写了一本，就是我当年升等著作就写美国宪法，那这些自由啊，各种的自由第1条的修正案，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法官在打脸川普，但是川普啊这个人还会继续硬，因为美国虽然在这个最高法院对于川普这种命令觉得不合，但是他们又同意总统有的时候有一些权利啊，在跟国会之间，所以川普会认为说，哎，我现在5个法官，大法官都是我的人啊，6个啊，大概就是6个是保守派的，所以他认为现在你们在联邦法院这个层级，如果再上诉到最高法院，我会有机会赢。可是我不认为是如此哦，我认为，因为他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啊。即使你看川普任命的3个大法官里头啊，有2位也曾经对他做出不利的判决，所以美国的法官在这一方面，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学。那另外，当然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也在想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教育部陆委会禁止这么多的国际学生，我们的大学好像从来没有抗议过。说其实他们来是付学费啊，帮助我们啊，特别是我们过去看到那些私立学校，很多啊，他们大学部真的如果有大陆学生，对他们整个财政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教育部一声令下就没有了，你看现在垮得更快了哦，就是很多这种私立的学校，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学校有这样的想法，说看到这个美国这个情况，也认为说我们政府有些禁令。如果说大学是自主的啊，那应该是也可以。即使哈佛拿了你联邦政府的补助，我照样可以跟你挑战，而不是说一拿了钱就手软哦。你看我们那个中原大学，觉得拿了钱，什么东西都要改一改哦，跟着要做。我觉得这个应该稍微有点那个叫做什么积粮了。是，可是哈佛有500多亿美金的储备，我们台湾没有学校有这么多钱啊。那舰长你怎么看？首先我要说，以前我在美国生活过的时候，我当时对美国的印象好透了。是，在我当时感觉美国不仅富裕，而且在我在那么长的生活时间里面，他从来不教导他的人民，你这个不可以，你那个不可以，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就是一个叫做自由，你知道吗？其实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像你煎鱼一样，我做菜，你做菜你就是这样煎一个小的鱼哦。你给它翻来翻去，翻来翻去，那个鱼就翻烂了。最好的煎法什么样子，你知不知道？丢下去，小火，动都不要动它，直到这一面煎熟了才翻一面，这就是煎鱼的技巧。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你管理人民哦，你尽量不要去管他，除非他犯法。所以你就让他过他自己的日子。你有没有发觉，川普上来之后，他所有的所作所为跟这句话是完全背道而驰。他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现在连那个发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文章什么学术只有3个这个杂志不准去，越管越多。为什么？他没有信心。坦白讲，就是一个这个政府，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开始想到说，哎，你是不是危害到我的安全，危害到我们国家的，然后开始越管越多。这是一个美国川普政府表现出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说一下他这个关税哦，现在看起来好像。关税说这个法院判他说这个不合法，可是我知道有些人哦，他很大的一个习惯就是他就是把法律哦当做一个工具。第一，他根本不信法，可是他把法律当做一个工具。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哦，我欠你钱，我在合约说这个时间我该付你这么多的钱，到时间我该付你了，你知道结果我不付，我怎么办？我跟你打官司，我说你这个不对，这个不行，那个东西。其实我明明知道我该付你钱，而且我知道那个道理也是应该付你钱，可是我就是去跟他打官司，然后这个官司可以拖得非常长，拖2年3年，我就是不付你钱。我觉得川普今天在面对的也是类似的，你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是，好比说不符合这个联邦的法律，知道，但是对不起，他有这个权利，他就是要这样去做。那你还打官司啊？打官司期间，我今天特别上网查，打官司期间他是不是需要这个停止的关税战？不，他还可以继续做。那他第一个他可以上诉的就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那我看了一下，大概最起码要4到8个月。打完之后，他现在已经说他要上诉了。打完之后，你不服气还可以再上诉最高法院。那我也看了一下，大概6到12个月。总结，他这个东西可以拖到1年到1年半。意思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一意孤行，我就是要做这1年到1年半时间，全世界可能对他也莫可奈何，因为他就是一个权力在他手上。可是有一点，我想通了之后，我就觉得这是川普大概今生最大的挫败是什么？你知道？好比说我是欧盟的谈判代表，我今天坐下来跟你谈判，然后你跟我讲说要这样这样这样，我只问你一个，你是美国代表，我问你，你说的这些合不合你们国家法律？如果不合，我跟你谈半天不是白谈吗？你知不知道你在犯法？那你说我合合，那你们法官为什么说你不合呢？就是说所有的谈判代表，我跟你讲，都会依据这个东西，都说那我们就暂时不要来谈了。因为谈没有用啊，因为你可能违法，你知道吧？川普可能违法，不是我说他违法，是你们国家的法律说他违法。那你再上诉，对不对？上诉确定他是合法的，我们再来谈。全世界会不会这样有这种的想法？会的。那结果会怎么办？我告诉你，川普的关税战的这个判出来之后，即使他把法律当作他的工具，可是他会很困难。接下来他会很困难。你记不记得从4月2号到今天，每个礼拜他那个财政部长或者川普都讲，这个礼拜6、礼拜天我们将会宣布一个很重大的什么什么，讲到今天讲了1个多月了，有没有一个？有英国有，就是英国。那台湾他也没宣布啊，虽然我们台湾说着他也没有宣布，就是一个英国而已。接下来他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所有的人在谈判都会觉得这个。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留学生哦，因为我是公费留学生。我知道，其实当初我去的时候，人家也有劝我说：“哎，去那里怎么样？”可是我们能怎么样？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不要去防公费生，其实他没有办法。学生能做什么事？我能做间谍啊？怎么可能？间谍是专门的间谍，学生怎么能够去奸呢？所以去防这些公费生呢，会挡到很多最优秀的人去为美国服务的机会。是。那我们现在来看哦，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吗？啊，这是一个分手信吗？他刚炮轰又大又美法案了，马斯克发文说他要离开川普政府了。马斯克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宣布将结束在川普政府中的特殊政府雇员的身份哦。那他前一天才批评了大而美法案，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巨额支出法案，会增加联邦赤字，破坏政府效率部先前的工作成果。那他的这番话会不会触怒川普呢？因为川普的态度好像变得怪怪的哦。因为有记者就去问了，你看看川普的反应到底是什么 ？Mr. President, Elon Musk in a television interview criticized 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saying he was disappointed it didn't cut enough, essentially, that it undercut the DOGE efforts.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at? You know, if that doesn't get approved, this country is going to have a 65% increase in taxes and lots of other problems. It's very big. It's the big, beautiful bill. But the beautiful is because of all of the things we have. The biggest thing being, I would say, the level of tax cutting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完全不提马斯克？这到底是在帮他辩解呢，还是根本就不想提他，懒得理他了？那市场传出呢，马斯克对于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随同川普访问中东，并赢得 AI 大单相当不满啊，曾试图从中阻挠啊。那他们之间本来就是有心结，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现在库克是不是也成为川普的眼中钉了呢？因为库克拒绝出访中东，惹怒了白宫啊，挨骂给鬼给拐啊，然后往逆风反酸川普，你太幼稚了吧？那库克才让中国组装 iPhone 免税成功，现在就被背刺。那不听话就制裁，那总统是小屁孩吗？因为没去就要报复他吗？这会不会太像小孩子了？然后川普将盟友一个一个推往了中国吗？在中东这个地方说走就走，路在松绑，波斯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全部免签了。中国大陆宣布了对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巴林试行免签政策。那从6月9号起，对持普通护照人员施行免签政策，试行期间长达1年啊。看起来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开放越多，好像在争取更多的盟友在支持。那李强也招手中东国家，那催促自贸谈判，那中汽采购转向美丙烷丢掉市场。这彭博社的报道，贸易战反噬其身，
尽管双边贸易紧张关系缓和后，许多中国塑料工厂还是不愿意重新进口美国的丙烷啊，已经转向加拿大和中东，因为要分散风险，太危险了。那中银沙国伊斯兰国在 ETF 今天挂牌了，瑞亚资产和中银香港在港发行的沙国伊斯兰国债基金，礼拜四在香港挂牌，为亚洲首支投资级别的伊斯兰国债 ETF 啊。那在欧洲这方面呢，欧洲金属巨头说，从零开始发展电池产业是根本行不通的，欧洲必须要拥抱中国大陆啊。那金属巨头法国艾赫曼集团和比利时优美科集团的高层都认为啊，欧洲已经无法发展完全自主的电池产业，中国在电池技术方面领先欧洲一大步啊，所以你不跟他合作，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发展。那中国召集的欧洲半导体企业谈稀土，还看起来是不是要放松对欧气的管制了呢？那中国官方在这个时候召集了中国跟欧洲半导体企业，宣讲稀土出口管制政策。那是不是可能要放松对欧气的管制？是不是这是一个联欧制美的一个战略呢？那川普也多次放话要并吞格陵兰啊。那小摩的执行长就警告了，你这根本就是把盟友逼向中国大陆靠拢啊。那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就认为，川普对盟友的强硬态度，威胁并吞加拿大和格陵兰，让他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反而变成美国孤立啊。那在南太平洋这一方面呢，大陆建构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的命运共同体。王毅说将实施200个民生项目啊。这王毅说呢，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向深入，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商谈，加强农渔业技术示范和培训合作，扩大旅游合作，支持岛国警务能力建设。那在1年之内呢，就将实施200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派遣7批56名医疗队员，包括更多的中医医生啊。那他承诺提供200万美金，提供给太平洋岛国因应气候变化。那中国在重建美国轰越2战时期的机场啊，那这个计划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沃莱爱环礁上面启动了，距离关岛以南约400英里左右。关岛是美国领土和军事中心啊，被认为是华盛顿在亚太地区投射力量的关键。那现在在距离它400英里的地方，中国大陆重建了这个2战时期的机场，这会不会威胁到美国呢？亮哥怎么看？这个美国那个减税法案啊，事实上就立刻引起第一个就是穆迪嘛，穆迪就觉得美国政府对财政赤字不负责任嘛，你怎么还可以减税呢？那马斯克是觉得我搞这个联邦整顿哦，搞了半天，我才减了多少钱？那你一下又给我弄出这么窟窿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坦白说了，这个坊间还有很多批评啊，说他这个是劫贫济富了，是。因为有钱人减的更多啊，对不对？那事实上，川普还删掉很多社会福利，所以虽然一般中产阶级、中下阶层有减到税，可是社会福利变少了，所以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目前听到的有关减税案的批评啊。那中东啊，中国大陆把丙烷，因为中国大陆针对美国的丙烷进口到中国加税嘛。所以他就失去竞争力了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就主要是转到中东了。中东目前已经有4个国家都有生产丙烷啊。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大陆未来的策略了，就是他估计可能跟美国也不可能都没事了。那我对你加税的部分，我就改买别的国家，就变成这样。就是美国本来出口到美国到大陆还是有1000多亿美元吧。那中国大陆现在就开始安排了，看哪一些国家可以接啊？这个其实这个动作就意味着中国大陆知道不会那么乐观了，未来中美还是会有很多事情卡住了啊。那这个南太平洋这个钱其实不大，可是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啊，已经不是在针对一个国家了，它都是用区块的，比如说未来。他如果去争取巴拉圭的外交，我估计也会透过南美洲共同市场去吹，可能都是用这种方式。那南太平洋也是如此嘛。那如果是用区块的竞争，那我们台湾这个外交的竞争力跟他就更难比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讯了。那严教授怎么看？现在看起来美国好像把自己的盟友全部推到中国大陆那边。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战略？
我觉得美国就是川普就是认为说，其实美国是人间天堂，大家都想沾他的好处啊。那所以他说，你们这些穷人、穷国家都不要来抢，就是说我们美国跟你来往是我们美国人吃亏了。可是事实上，我们包括哈佛的这个例子都看得到啊，美国其实是靠着全世界的人才在帮他建立起来。那同样的。美国其实也很多人喜欢去美国观光，包括我们前一阵子讲到加拿大也是一样嘛。结果加拿大人现在选择不去了，加州州长还说我们不，我们跟美国白不一样啊，红的州不一样，我们是蓝州，所以就表示是说，如果你今天要排斥人家在外面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找路。那中国大陆，我觉得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很多朋友在美国，然后他们到大陆去玩嘛，结果就发现哇。没有台胞证的好惨哦！就很多地方你是用美国护照，第一个你要签证才能进大陆跟我们不一样。第二个，到了很多地方，大家凭台胞证都进去了，你美国护照要单独，还有些场合还不能进去了。所以你就知道，就是美国今天自以为自己很怎么样，可是今天大陆开放的，譬如说今天包括这些海湾国家，那都可以免签证就进入了，结果你。针对美国还这么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应该要去检讨的部分。那我必须要讲这个川普，他的这个又大又美的这个法案，因为确实他是劫贫济富但更重要的是说他不负责任嘛，就是你不是不能减税，包括克林顿总统，他以前弄出一个税叫做减。中产阶级的税哇，大家都很喜欢。结果呢，克林顿是最后一个美国平衡预算的一个总统，因为你真的是中产阶级减税，比你减这些富人的税要更重要，可以带动的更多。所以川普还是相信雷根当年这种好像这个涓滴理论，说富人减了税之后，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剩下来。那富人是最知道该怎么投资，可以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劳动力以后付出来的税，就可以把我们帮他减的税可以平衡掉、抵消掉所以这个是共和党长期来的一个迷思。那问题是。富人真的他们今天减了税之后，你觉得他们会再做投资吗？不会，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个钱自己藏起来或者在海外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除非今天就要叫他们减出来的税，说你一定要看到你下一年你投资有多少，或者你继续有做多少投资，否则那个税就要收回这个减税的。我觉得这样才有用，而不是就是放下去让他们好像忽然就是少缴了税。对不起美国的这个富人缴的税。如果他们去看看欧洲，他们会觉得美国是天堂跟这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比。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叫做我们讲说，透过这个富人的税，让整个社会走得比较平衡一些。那我觉得美国根本跟他们差很远的。那舰长怎么看？现在马斯克也求去了，那他已经跟川普决裂了吗？会重演川普1.0的时候，一大堆人都挂冠求去了这样的场景吗？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去我这样子分析一下，其实我真的不想去批评一个美国的这个曾经我这么仰慕国家的这个领袖。美国总统是全世界男人里面最有权势的这个人。但是我现在说一下，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川普这个人，我说一下他的个性你看是不是对他心胸狭窄。你不要去讲他你讲了他之后，他记仇。他记仇，而且这个人是相信拳头的人。你知道？他就觉得我只要有权势，我就有办法来报复。然后他嘴巴非常的刻薄，讲人讲的实在是那些话，有时候我都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这个人极度的没有诚信，他完全不在乎我今天如果在这里讲一句什么话，我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明天证明我错了，或者我没有做到，我会难过的呀。你没发觉川普完全不难过？他完全昨天讲什么，今天什么，他随便找个理由，他就把它给化解掉了。这种个性的人，其实我归纳一下，以我对人的看法，这种人叫做小人。那有一句话叫做：“你真的不要去惹小人惹小人是不得了的，他永远记仇，而且一定报仇。”那我从哪里我看，怎么像库克跟他这一次的说不答应，没有同意他去这个波斯湾，所以他就要去整苹果，对不对？我想说会这样子吗？不应该吧？苹果是多大的公司
结果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发觉他真的有可能。就他们在介绍人的时候，黄仁勋出来的时候，他这个介绍说这个库克没来，可是你来了。黄仁勋出来就出来嘛，你讲这个干什么？库克没来，但是你来了，意思就是他就是心里记得这个东西。我带你来，你居然不来，你知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实在是很悲哀。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过去200年哦，上帝几乎把中国人忘掉了。我们这个受列强欺凌这200年，完全在各种的不公平的状态之下。然后最近30年哦，上帝大概想到了自己的不公平，现在开始特别照顾中国，所以中国出现了几个战略机遇。如果在30年前没有我以下说的这3件事情呢，中国想要崛起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一直会防你。第一个就是伊拉克的战争10年，美国没有时间去顾别的地方。第二个是阿富汗战争10年，就完毕了，就又来20年了。然后接着你知道第3个战略机遇是什么？川普出现了。太好了，你知道川普哦，他像一个鲶鱼，你知道？而且中国你知道，当他崛起了之后哦，他会变得保守。他开始还可能想说我要做一些事，他开始会来保守，是不是我应该要收一点？可是偏偏现在川普的所有的政策，他都在逼迫或是告诉中国 ，OK， 你要开放，你尽量的开放。所以你看中国最近出现了多少开放的事情。这个开放人家进来，开放学生出去，开放这个光棍什么，他所有做的都是在跟这个川普比较。第二个，中国崛起之后，他要想一些这些，好说次要地区，我举个这个东协也好，这个南亚的那些国家也好，或是说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那里的海湾国家也好，或是欧盟，中国想要跟他们结合，我跟你讲，其实都有困难度。大家在一起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合作的时候，都有困难。大家都想你猜忌我，我猜忌你，结果川普这样子实施的这个关税战，所有人都在想哇，我不靠中国靠谁？就原来哦，中国想好比说要跟欧盟合作，那难度有很多的，这个想这个那个想那个，结果再这样子，川普的一个关税战，哎呀，反而是促成了让这些国家让中国团结在一起的东西。所以你就说，川普会督促使得中国自己的开放，让他这样子能够更进步，变成一个更民主的一个国家。因为他原来可能会保守，但是因为看到川普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战略机遇。我们谢谢川普，川普真的我们应该要叫他川建国。好，那我们莫迪老先也有在发豪言了。那莫迪在放豪言，他说2047年将印度转型为已开发国家。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चार बनने का आनंद जितना होना चाहिए उससे ज्यादा 3 कब बनोगे इसका दबाव बढ़ रहा है। तो पीछे से नारा आता है मोदी है तो मुमकिन है। एक तो हमारा लक्ष्य है 2047 हिंदुस्तान विकसित होना ही चाहिए, नो कॉम्प्रोमाइज। 穆迪真的是有豪情壮志哦。那但是呢，他这一番话让人家想起来，2010年印度有个电影场景他预言了2030年的印度哇，你看这个现场非常嗨哦，大家看到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因为呢，他们现场呢，顾客这些东西用餐的这些有钱的人贵族阶级全部都是印度人。白人变成服务生，变成工人，变成搬运工这是当时2010年的这个印度的电影就描绘到这是一种反扑啦，就是我们不要再做你们奴仆，现在换白人来服侍我们了，白人被我们踩在脚底下了。那司机甚至看到美国游客人理都不理根本懒得理你，因为你们是穷人印度才是先进国家这个当然是当时的一个幻想，可是他预言的是2030年的印度，现在已经2025年了。请问一下，印度在5年之后有计划变成这样吗？恐怕很难所以印度有的时候就是理想是非常丰满，但是现实恐怕有点骨感。那巴基斯坦呢，又击落了一架阵风战机了吗？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印度损失了4架法国战机，而不是3架。那这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周三表示，在短暂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空军击落总共6架印度战机，其中包括4架标风战机。那印度未对巴基斯坦的声明做出正式回应，那只很轻描淡写的表示损失是战斗的一部分，
那这到底是承认还是没承认呢？那可是这个穆沙希德，也就巴基斯坦参议院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他也发言了，大家看他怎么说。They try to get it from all sources. They buy that. Yes, ou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s not just based on buying the equipment, but also transfer of technology where we indigenize it and develop it and modernize it. We are not scared of it. He said, okay, you think you can do this? We will defend our motherland. Come on. 对，我想他讲的也非常明白啊，你们印度啊只会买，可是我们会什么？我们有技术转移啊，我们自己会生产啊，我们自己可以发展啊，我根本不怕你印度啊。那当然，双方还是在各自放话的一个阶段啊。那可是现在印度是不是开始要做另外一种程度的施压呢？因为有人说空战失利之后，他转弯开始施压俄罗斯啊，要直接从根源下手，就是要你断供巴基斯坦枭龙战机的引擎啊。这是印度国防研究所的报道。印度政府积极施压俄罗斯，要求其停止向巴基斯坦供应 RD-93跟它的升级型 RD-93MA 的引擎啊。那这些正是巴基斯坦空军主力就印巴合作的枭龙所使用的核心动力来源啊。那这能够成功吗？那印度的媒体也说啊，中国大陆的6代机都已经试飞了，印度的5代机不能够再拖了。印度准备斥资1500亿卢比，那推进5代机项目 AMCA， 那研发总周期预计约10年，2033年实现量产，2034年投入使用啊。然后印媒认为，在印度推进5代机研发之时，中国6代机早已经试飞了。可是有这么快在10年之内就可以成军吗？那42架歼10战机的2手的就好。那印尼说，它军事采购可能会大转向哦，因为印巴战争之后呢，印尼据说正在考虑大规模调整它的军事采购策略，可能干脆买42架2手的歼10战机啊，还可能会跟俄罗斯恢复苏35战机的谈判啊。那标峰战败是不是受到屈辱了？那埃及也开始质疑战力啊，他要求你法方啊，你要把标峰这个战机的核心技术你要释放给我，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干脆去买歼10C啊。现在大家是不是都用印巴战争这个歼10的战果来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呢？那但是天问2号又开始成功发射了，那这一次任务周期大概10年，那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小行星的探测航天器哦。那这是中国首个面向小行星探测的航天器天问2号，在5月29号凌晨1时31分发射。那火箭在飞行18分钟后，就把探测器送入地球到小行星2016 HO3 转移轨道。那目前看起来都是一切正常的。那可是与此同时呢 ，SpaceX 星舰第9次试射却失败，它就在大气层里头翻转了。那 SpaceX 星舰在德州基地进行第9次试飞。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好像都很顺利，但是飞行了30分钟后，却出现了燃料泄漏失控的情况，最终导致飞行器爆炸解体，算是 SpaceX 又一次的挫败。那马斯克之前也曾经讲过，他要做一个超级高铁。但是他的这个梦啊，好像存在一个关键的缺陷。这个缺陷，中国大陆可能要攻克了吗？也就是马斯克的超级高铁可能会让旅途极度不适啊。但中国科学家可能找到了应对之策。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说中国科学家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啊，他们有望攻克超级高铁梦想的一个关键缺陷，就是管道不均匀或是变形引发的剧烈震荡，大幅改善乘客的乘坐体验啊。那这项成果为真空管路磁浮技术提供了可行性支持，不过在扩大应用和适应极端工况方面，还要有进一步的攻关。也就是说，这恐怕只是个萌芽，还没有正式完全成功哦。那亮哥怎么看？这个2030印度啊，是一个短片啊，是印度的平民党是2013年发的文宣是啊。这个我当然也很建议青鸟也拍一支啊，那川普都听赖清德的这样，不然这个等于是出气用的了啊。这个不过它不是正式的电影啊，是，人家也没把它当做商业电影，就是出气啊。我觉得印度真的是蛮奇葩的啦，这个因为阵风战机只是4代半，是印度现在并没有5代机啊，对啊，结果他现在已经看到了中国做6代机了，这样我也觉得奇怪，他为什么不试图去跟美国买 F-35啊？这个我也觉得蛮奇怪的，那就决定花那么大的钱
而且我觉得正风卖给他的价格蛮高的，是非常贵。哦，我坦白讲，我是怀疑中间有人贪污了，因为正风对外卖的价格大概1.5亿，大概是平均价，是卖到2亿4、5千万，2亿4，这实在是，就立刻让我想到他法业这样，就佣金超高的。我觉得这个恐怕印度要面对巴基斯坦这次展现的这个电站连结、数据分享的战法是要买到整套的设备，然后练出适当的战绩跟飞行员我认为恐怕要3到5年的时间，这恐怕没那么容易那这个坦白讲，我觉得也让美国有点破防，就是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竟然成真了而且还发生在巴基斯坦所以这个当然是这个未来可能会空军会有更专业的报道了。那我觉得马斯克他这个承担了美国这么重要的任务这个是很奇怪，因为我看美国最近那个卫星的发射几乎都是靠他对啊，那 NASA 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少那他又不是政府所以而且他也不只做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奇怪了，因为中国大陆毕竟是政府在执行嘛，所以他不会断掉。那即使有失败，反正政府决心要做就没有问题。对。可是马斯克就会受到整个集团盈利的限制对。这个怎么会是好的策略呢？我就觉得美国真的蛮怪的啦，就是从拜登跟川普都把案子外包给那个 SpaceX 那当然他效率好，这是事实啦。可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吧？万一马斯克不在了怎么办？这个谁有办法继续做这个政府总要有自己的传承吧。所以我就觉得蛮奇怪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全部都交给一家公司去执行？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继续探讨。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请教严正声教授，你觉得印度他现在开始准备要急起直追，他追得上来吗？我觉得有梦最美嘛，希望相随很好啊。可是我最记得我读这个政治的时候，就是看到的一个数据他说按照过去30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这个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伊索比亚要追上美国要4000年可是台湾那个时候说2023年就追上美国了可是我们后来经济没有成长那么快，就是追一次都没追上。我们那个时候还比韩国快9年，韩国要2032才能追上，结果韩国现在超越我们了，所以有梦最美了，因为你不可能一直维持嘛，就好像中国大陆，大家以前觉得说，很快就会超越美国，其实也没有，为什么？那个是你以10%的经济成长率看，现在就是5%了，所以都会做一些调整。但我觉得印度它应该做一点比较务实的东西，包括就是你今天接受这么多不同国家的这些战备的这个设施、武器也好，或者飞机，你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个整合，那适合你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初以色列是最会买美国飞机的。美国飞机卖给以色列最多，可是以色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美国的飞机不必要的东西拿掉，不适合、不需要，我根本不需要你美国人把飞机弄得那么贵，其实上面很多东西譬如说一个咖啡壶也好或什么，根本不需要嘛，哪需要这些东西？把这些不需要拿掉，好好来用我需要的东西来做。那我觉得这个训练，我现在感觉上巴基斯坦好像就是把中国的东西不仅是飞机而已，整个的这个设备全部都要融合在他们的战略里头，我觉得这个才有用。你印度如果还是那么懒，不去觉得说我拿到的是俄罗斯的战机，我拿到的是美国的战机，那你都不会去想要怎么样来，我们就是说调整到适合你跟巴基斯坦来对抗的时候，我觉得你未来的这个挑战确实是很大的那马斯克，我也是觉得，就是美国人的有一个传统，他们始终认为就政府参与这种任何的计划都是
没有效率啊，然后呢，很多的那个弊端让私人公司来做，所以你看美国的，譬如说我们讲个最简单，过去美国的航空公司，美国的包括美国的铁路都是私人企业做的哦，然后港口也是私人在做，政府不太管这些东西。可是今天你要跟一个政府支持的各种企业、各种科技发展的中国来对抗的时候，大家还是最后还是看 bottom line， 就是你最后。马斯克到底有多少的他是口袋深到这个地步，一路失败，一路赔钱，只有政府可以这样，你私人民间的企业不太可能，除非他看到未来他一个某种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可以转成商用，会赚很多钱，那看得到，我觉得还有可能；看不太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会中断。确实是美国政府要去考虑，你从19世纪开始，其实你就是政府要帮忙做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傻手认为说，民间企业更有创造力。我觉得不应该只有这样。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请舰长帮我们做个总结。我今天看到这个天问2号，当然大家应该就是一个东西发射上去嘛，丢了一个天问2号上去。你们知不知道天问2号要做什么？我看了一下天问2号，它未来的任务有2个主要任务。第一个，它要去追一颗小流星，跟它并航一段时间，然后登陆在这颗小流星的上面，这是一个。这个完毕之后，它再追一颗彗星，也是一样并航一段时间，登陆其中一颗最大的，然后这样回来。我当时就在想说，他们做这个东西干什么？今天如果我今天是负责台湾的这些太空事业好了，我跟赖总统报告总统，我们要去做个这个天问2号这个事情，赖总统说你这个东西要干嘛？登陆要干嘛？最后发现它可能是一颗钻石吗？就是你今天没有富裕到这个程度哦，你根本都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我觉得他居然会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想到中国真的富裕起来了。然后上次马斯克他到中国大陆去参访的时候，他看了几个地方哦，他有感而发。他第一个看到就是广东哦，那里有一个实验室在地下700米那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中微子实验室，就是抓中微子的，在干嘛呢？研究宇宙的起源。然后他又发觉他们在做什么事呢？他们在地球的同步轨道大概在多高啊？36000公里那里啊，他在做一个太空城，做一个太空的电梯。马斯克知道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就是未来。”你知不知道？今天不是说你去丢一个东西上去，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然后你花这多少钱，你有没有回收？这是所有政府可能在考虑的。可是你可以发现，中国大陆的政府、北京的政府，他现在已经在做一些人类的缘起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斯克说的这个超级这个铁路是什么？你知道？他就讲你到太空，你丢个东西出去，你给它稍微加点速，因为没有阻力，它会一直就这样走，走这么久之后，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它怎么样？不要燃料，环保。这就是他的当初的构想，所以超级铁路是2013年马斯克就提出来的。